比特币的底部来了吗？如果你对这个问题感兴趣，请随我看下去。我们看到比特币的日线图表，我们过去一直有关心 RSI 指标，现在我们再来看一下，我们可以发现 RSI 指标在日线图表上现在已经来到了30以下了。你可以看到，其实我们在30以下的机会其实是并不多的。你可以看到，我们现在就已经产生了这种状况了。那我们可以稍微复盘一下，其实我们在过往呢 RSI 到达30以下的时候呢，通常会是蛮不错的入场时机。你可以观察像我们之前在25000的时候呢，我们也有出现 RSI 到达30以下的状况。然后像我们前面这边这个其实都还没有到30那么夸张，但其实我们可以回顾，它也会是不错的入场点位。当然呢，它也有我们牛市背景的加持不然这个现象其实也不会很明显。然后我们之前回调到了19000、20000左右的这个点位的时候呢，其实我们也在30以下，你都可以看到。还有我们之前在25000的，在15000左右的时候，你可以发现，其实我们过往的这些点位呢，都会是非常非常好的入场点。你可以看到基本上没有一次是例外的，就只要它的 RSI 在30以下，那我们入场呢，我们在正轮牛市当中基本上这个胜率是非常非常非常高的。那当然呢，如果说我们到了30以下的时候呢，它确实不一定会是完全的底部，它不一定会是。但如果我们出现了底部的时候呢，那我们的 RSI 一定会在30以下，基本上是这个样子的。那其实我们可以把级别呢稍微再缩短一点点，缩到4小时级别。如果我们到4小时级别，我们可以发现，其实比特币它，你可以看到它在小级别它有走了一个可能的暂时性的这种底部，因为我们都知道我们之前在这里有出现一个下降楔形，它确实是比较看涨的，可是它在还没有往上突破之前呢，它往下跌破了，那这当然不是好的状况。那你可以看到现在呢，我们又要回到楔形里面了。如果说我们接下来可以突破这条趋势线的话，那我认为我们的回调呢，就可以说暂时告一段落了。它会暂时先休息一下，它会告一段落之后，然后再选择接下来会震荡，还是会选择再进一步的下跌，就至少可以稍微止住。这个我们可以观察一下那如果你想要参与这些交易机会的话，非常欢迎你可以点击影片下方的 Bybit 链接。现在只要 KYC 质押$500就可以拿到$27.36的现金，现金就是可以提币走的。那现在活动只剩下最后的3-4天的时间了，之后很有可能就不会有这种现金的活动了。那 Bitget 你只要 KYC 首次交易就可以拿到$40的体验金，这也很优惠。我们来看一下一些图表吧。那这个图表呢是美国银行的统计，它统计了1000多位资产超过$300万的富豪，他们认为在未来哪些资产会最有成长的空间，会最有成长的潜力。我们来看一下那它总共呢分成了2个年龄阶段。第一个就是21到43岁，这算是比较年轻的富豪。那比较有一定年纪的富豪呢，就是在44岁以上的。我们可以来看一下那第一个，当然他这里说的是美国那他也把范围呢测验者局限在美国。你可以发现基本上不管是什么年龄段的人呢，他们都认为投资 real estate， 也就是房地产这种不动产呢，是他们认为在未来会有不错的增值空间的。那其实第2名在年轻的富豪来说呢，就是从21到43岁这个年龄层他们认为投资加密货币、投资数位资产，未来可以为他们获得很丰厚的回报有28%的人这么回答。那你可以相比较这种年纪比较大的，也就是44岁以上的，他们回答加密货币数位资产的人呢，其实就非常非常少，就有做出区隔了。那当然了，这也是可以被理解的，因为当你年纪比较大的时候，会比较倾向于去投资一些收益比较固定，但是风险比较小的这些标的。像比如说，你可以看到他们认为很有成长空间的是 domestic equities， 就是国内的权益。那当然了，国内的权益分成非常多种形式。那其实以年轻人的话呢，虽然说加密货币它确实是比较高风险的，但可以为我们带来很高的报酬。那你可以看到，其实它后面呢还有罗列了非常非常多的资产的不同的形式比如说
有这种个人的公司啊、品牌啊等等的啦，然后还有这种私人的 equity 啦，那还有比如说投资其他的公司啊，国外的权益啦，等等的，或者说一些债券啊等等的啊。那在年轻的富豪里面呢，加密货币居然可以排到第2名啊，是仅次于房地产。你就可以知道，其实美国的这些顶尖的富豪，尤其是年轻的顶尖的富豪呢，他们在想什么？其实很多时候，我们如果不知道要怎么做的话，其实可以去看看那些真的做得很好的人，那些富豪他们是怎么做的啊。而且这个是有一定的样本数的，它并不是样本不足的。那这个也可以给大家参考。那我相信，如果一样的问卷呢，如果是问在这种东方啊、亚洲的国家哦，甚至是在台湾的话呢，那绝对会有完全不一样的结果的。那我们再看另外一个新闻，我们可以看到呢，川普他现在是在2024年年底11月的美国选举民调领先的候选人。那他即将在我们7月的时候呢，参加一个比特币的会议。其实共和党的川普呢，一直对于比特币或者说加密资产呢，一直抱持比较开放的态度。我们可以发现，其实美国在过去的这10几年之间呢，对于加密货币、比特币、加密资产，它还是有一定的防范的。因为其实政府它就是中心化的，那加密货币它就是去中心化。其实两者呢是某一定程度上是有抵触的。可是川普呢，他是非常看好加密货币，而且他也很挺加密货币。那你可以想想看哦，现在作为全世界最重要的国家的美国，如果说他未来的一些政策都偏向于支持加密货币的话，那你看可以为比特币带来多大的利多？那最后呢，我们再来看一下比特币的活跃地址吧。其实比特币的活跃地址呢，自从比特币诞生以来呢，就非常快速的增加。那当然呢，我们增加最快的阶段是当时在2017年的时候。其实我们从非零的比特币地址的数量呢，我们就可以知道，参与加密货币、拥有加密货币的人其实是越来越多的。你可以看到，而且它目前呢，直到现在依然在很稳定的成长当中啊。虽然说成长速度没有像我们之前快的这么夸张啊，但是它依然是在稳定的成长的。因为我们地球人也是有限的，而且当一样的资金进入不一样市值的市场的时候呢，其实会对市场的影响呢，会对市场带来的涨幅其实也是不一样的。就比如说一个1亿美金的1亿美金的这个比特币，当时市值1亿美金的比特币，如果有1000万美金的资金注入了，它可以为比特币带来的涨幅会比现在比特币已经价值了1兆多的美金，然后你有1000万美金进来，它可以造成的涨幅呢，其实已经越来越少了。那这也是为什么比特币在前面几年呢，它给我们带来的回报是非常可观的。那接下来只会渐渐的收缩，只会渐渐的变少、变窄。那尤其呢，最可怕的就是，当我们地址增加的曲线呢逐渐趋缓的时候，也就是进入加密货币的人、进入币圈的人、拥有比特币的人越来越少的时候，那这个时候比特币的价格呢，它就不太会有这种很戏剧性的成长了。很有可能我们到了几十年之后呢，比特币它就只剩下抗通膨的功能而已。那到时候我们要在比特币上面，然后创造巨额的财富呢，那就会非常非常困难了。所以现在的比特币呢，还是非常值得我们把握的。那如果你觉得这支影片对你有帮助的话，非常欢迎你可以帮我点赞、订阅、分享、开启小铃铛，就是对我最大的支持。真的非常非常感谢各位，拜拜。